弟们，又要去下一个国家了，第66个。大家看啊，这是安哥拉的航班，有点像埃塞的那种小飞机啊，坐的人应该也不多，估计最多的话50到80左右啊。看看这个海，大西洋非常的漂亮。在非洲坐飞机啊，偶遇了中国的兄弟，他现在在帮我订那个房间，运气非常好啊。起飞之前，然后这个中国人的哥们儿坐到我旁边，丝滑入境。这是安哥拉的首都啊，卢安达。这个角度看的话还是非常漂亮，高楼大厦也挺多。到机场了，这边有换汇、电话卡，什么都有。我直接出去了啊，兄弟们！哎呀，大西洋的海风吹过来，这个温度有点舒服啊，就是没有刚果金那边那么热，城市也比那边看起来好多了啊。瞧这小 taxi 跟欧洲的差不多啊，感觉来对地方了呀，兄弟们！这个地方可以多待2个星期啊。平时我一般从其他非洲国家出来啊，就是这个手机在马路上拍，要么是警察让你别拍，要么就是当地人告你手机会被抢。但是来到这个安哥拉呀，感受一下，兄弟们，就是街上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非常友好。落地蹭一下中国大哥的车子，现在去酒店的路上啊，这个马路够宽的，基建做的非常不错啊。这跟非洲其他国家看的话，还是差距比较大的啊。那边都是非常原始，这边明显已经非常现代化了。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几天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区域了。这边消费不是特别高啊，在这个上面这个民宿的话，我记得好像就是合人民币200块钱左右啊。在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华人的宾馆的话，基本上起步价是100美金啊，甚至1000元左右啊。所以说这边还是性价比特别高。刚下飞机啊，换了一身行头。兄弟们，我现在已经到中国城了啊。这个地方是全非洲最大的中国城，带大家去参观一下。这里写着一个安哥拉中国城欢迎你啊！听不少非洲朋友介绍啊，说这个安哥拉中国城要啥有啥，而且非常安全。这边门口都有保安拿着这个突突啊，咱们进去看一下，参观一下，看看安哥拉的中国城啊，到底都有一些啥玩意儿啊？这个中国城比较有意思啊，走着走着就看到多告示牌提醒你要纳税。再往这个前面走呢，还有这个家具、餐馆、酒吧。现在我走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告示牌啊，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在11栋这里啊，这边一个栋的话大概一个足球场啊，这个中国城的话大概是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啊。然后现在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家具、百货、金融、家纺，包括这个超市、汽配、建材，要啥有啥，随便逛一下，兄弟们。进来的这个大楼是卖家纺、卖家具啊，就是咱们国内过来的东西啊。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厂房，一眼望不到头啊，兄弟们，真的就是超级大的那种。再看这个左边这边进去也是望不到头的，卖各种各样建材，还有这个沙发、家具、家电全部都有。现在我后面这一条街呢，全部都是卖二手服装的啊，这边竞争非常大，也非常卷啊，各行各业的老板他们都在这边做这个二手服装，像一些旧衣服，还有一些国内来的这个新衣服啊，在这边的话非常畅销啊。像他们本地人对这个二手服装的这个需求量是特别大的，因为买新衣服比较贵啊，在他们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买这个衣服的话，大概是能卖个20-30美金，在这个地方卖的话就特别便宜啊，所以说很划算，性价比也特别的高。我现在来到一家店啊，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是男的这种短袖衬衣的话，这一袋啊大概几十套吧，然后包括这边还有这个马甲玩具啊，这种玩具也是一样的啊。他们来这里买衣服基本上都是一包一包的买啊，大家看啊，女人啊会扛着这个一包又一包的衣服，然后回家满载而归。兄弟们，近距离看一下，一包的话就是1万，合人民币80多啊。逛完他们这个商贸区啊，现在准备来吃个饭。大家看啊，这个每隔一个站台都有警察在这站岗啊，很安全。在这个非洲还有这个华人美容美发啊，做什么头发做什么发型啊，都可以给你实现。这边有超市，还有这个大型的酒店，还有这个农贸批发部啊。因为这边客流量比较大，所以说这边也有非常多非洲本地人的餐馆啊，有烧烤，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吃。这个是烤鸡肉啊，这还有那个非洲炸鸡腿啊。哎呀，哇 ，Chinese 功夫啊！好，兄弟们，再见啊！这次视频到这结束，拜拜。兄弟们，旅行第66国了啊！我现在在大西洋边上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沿海国家啊。这里呢是安哥拉的首都卢安达。之前去过不少的非洲国家，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基建水平，特别漂亮。刚才问了这边路人啊，这个是他们国家本地的一个安哥拉国际银行啊，非常气派啊。这边还有一些酒店啊，包括一些 CBD 啊
中心，这个马路也非常的平整啊，地上完全看不到垃圾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他们的海边，这个地方呢就是平时他们下午没事干了会来这个地方跑跑步，看一下这个海边的风景，坐在这个座椅上，非常的惬意啊。我来安哥拉已经好几天了，因为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好的地方，消费呢也非常的低，所以呢躺平了几天，今天终于起床干活了啊。大家看，很多本地人会坐在这边休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港口，大家看一下啊，港口还是建设的特别好。这边有一个游艇的一个基地啊，专门玩那个游艇出海的。这个安哥拉呢，篮球水平在整个非洲呢前3啊，也是奥运会的常客。所以说当地人呢非常喜欢打篮球，像这种基础的篮球设施在安哥拉随处可见啊。海边打个球，大西洋，这海风吹过来不冷也不热，打球太爽了。这个海边还有很多这种儿童的游乐园，这个太悠闲太舒服了。咱们再往前面给你们看一下，这儿呢是一个咖啡馆，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露天的健身房，因为今天天上云比较多，一会儿可能会下雨，他们把那些健身的器材搬回去了。这边有很多本地人啊，我上去聊聊。Hello bro 沟通失败。他们当地的语言是葡萄牙语，我没有办法正常交流啊，所以在公园里面找了一个小伙是读大学的啊，帮我兼职一下翻译啊，一会儿请他吃个饭。兄弟们，我现在从马路这边过来了啊，这是他们本地最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有点像国内万达那种啊，准备进去看一下这里面到底够不够气派啊，从这边进去，哇。这里面特别大啊，有着电梯，还有喝咖啡的，非常豪华，非常气派啊。这个2层是一些电子商务啊，办卡，然后卖一些电子设备，还有这个超市。安哥拉卢旺达这边呢，就是空气质量啊比较好，没有那个环境的污染，并且这个温度还是非常舒服的，大概就是30度左右。这边是商城的顶部啊，一个餐饮区，很多东西在这里面都能买到，除了价格贵，其他的没得说。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电影院啊，他们本地人可以在这边看电影，国际院线都有。这个地方有个门可以打开啊，外面这边有个台子，在这个商城的高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景色啊。去非洲其他国家呢，在首都啊堵车是非常常见的，在安哥拉他们首都呢就是很少会堵车啊。这是我国给他们建的这个路啊，还有一些高楼大厦啊。大家可以看到卢旺达码头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游艇，当地有钱人呢他们喜欢出海派对啊，周末的时候非常的放松。在这个地方再过去有一个海边，接下来呢咱们去海边看一下啊。现在参观完这个商场了，准备让小哥呢帮我叫一个 taxi， 然后去海边，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打车啊大概得花多少钱。这个是小哥打的车，去2公里以外的地方，开了大概几分钟啊，现在就抵达这个海边了，要1000块钱，合人民币的话7、8块啊。Thank you, goodbye。目前是我这趟出来坐的最便宜的计程车了，我现在就到他们的海边了啊。大家看我身后有非常多本地人啊，他们在这个海浪里面打滚啊。大家看这个海浪很急的啊。那边很多本地人啊，他们都在这个海边游泳。我还是建议啊，兄弟们不要去模仿啊。这边本地人的话，他从小生活在这个海边，水性特别好，所以说他们不怕的。看这哥们儿游着游着就游到那边去了啊。兄弟们，安哥拉这边呢，这个海呢就是靠大西洋了。你像东非那边的话，就是印度洋；大西洋这边呢，就是跟咱们国内呢有大概7个小时的时差。大家看一下啊，远处很多人在沙滩边玩水，你看这边沙滩就很干净。Bro, let me sit here. So it's free or pay some money? 兄弟们看啊，这个椅子就非常的小，神奇的沙滩啊，兄弟们，我屁股刚坐下来不到1分钟，小哥就过来了。OK， 给钱就完事儿。What's food? She said. Yeah, it's ice cream. Ice cream. Yeah. How much for one ice cream? 100. Okay, two. 兄弟给我拿了一个冰淇淋啊，这个冰淇淋全部是绿色的，尝一下什么味儿啊？哈密瓜味儿啊。这个沙滩边上的座位啊，能从下午3点坐到5点。你坐一次的话，就要给他3500块钱。兄弟们，这个海边啊，逛完了，履行承诺啊，请这个小哥吃个饭。今天他陪着我一天，很辛苦啊，花了大概5、6块钱坐了一个车回来啊。不到1美金，那个最高的大楼呢是他们这边一个5星级酒店啊，住一晚的话1000块钱左右。然后这边有一个餐厅啊，我平时经常会来这边吃，
这个餐馆还不错，兄弟们，消费在本地算是高档了啊。咱们现在坐下点个菜，坐在这个户外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咱们来看看这个菜单的价格啊，看一看多少钱，6500宽扎，大概40-50块钱啊。他说这个是鸡肉，中午请他吃个饭啊。这是一个牛肉、鸡蛋、薯条，还有这个米饭啊，他喜欢吃这个大酱米饭。我这是一个鸡腿，2个餐啊，2个人吃一顿饭，合人民币大概就是120块钱左右。这个消费的，其实在安哥拉算是正常的了啊。在刚果金那边的话，你像这个套餐的话，没有个30美金，基本上很难搞下来啊。For English. Your English good. You still have Chinese people come here, right? 也有中国人来这里吃饭。废话不多说，开整烤的鸡肉啊 ，Bro, very good, delicious. 兄弟们看一下账单啊，2个人吃了这么多，还有喝的，一共才17200。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兄弟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